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风故事。1992年3月中旬，春寒仍料峭，江苏某医学院校园内，三三两两的学生见天色不大好，裹紧衣服，低头匆匆前行。风忽然刮得大了些，自习室的学生都陆续归寝，某女寝的灯却迟迟没熄。大伙彼此对视，无不感到疑惑：林玲怎么还没回？徐某与林玲同寝室，当晚两人一起去教室自习。天黑下来的时候，风透过缝隙刮进来，吹得人寒冷发抖。徐某觉得困倦，问林玲要不要早点回去睡觉。林玲摇摇头：我还没复习完呢，换个教室再看会儿吧。他这么说，徐某便没强求一块离开，先返回宿舍。本以为林玲最多再过1个小时就回，谁知2-3个小时过去，仍然没见她的身影。反常的情况让室友察觉不对，连忙去找她，翻遍教室，竟完全没有林玲的踪迹，连同她的学习用品也不见了。被吓到的学生赶紧报告给老师，惊动保卫人员在校内展开搜寻，整整找了1晚上，居然毫无所获。事情变得更严重，熟悉林玲的老师同学都知道，林玲品学兼优，聪明漂亮，读书认真，成绩优异，多次获得奖学金。她没道理离校出走，何况她失踪前忙着自习，必定遇到了异事。听闻女儿失踪，林父与林母焦急难安，以最快的速度赶来林玲的学校。此时林玲失踪案已全校皆知，大活人自然不可能无缘无故消失。众人担心林玲遭遇不测，同时担心校内出现什么危险人物。因为据保安回忆，林玲失踪当晚，他们巡查到厕所时，曾看到一名陌生可疑男子。男子很年轻，瞧着顶多24-25岁，皮肤有些黑，方圆脸，体格还算强壮，跑得特别快。2名保安手里的电筒灯光照到他，他火速溜走，翻墙离开。彼时保安还以为他是小偷，岂料很快出了林玲失踪的案子，自然怀疑与那名青年有关。饶是所有人都为林玲的安危祈祷，最可怕的结果仍然发生了。搜寻4日后，林玲的尸体在教学楼窗户下一窨井内被发现，头朝下，脚朝上。她的书包、书本和衣物被丢进旁边另一个窨井里。从尸体形状来判断，林玲生前遭侵害，并被钝器狠狠砸过头部，导致严重的颅脑损伤。被凶手投入井里后，又因溺水窒息，彻底失去生的机会。林玲在花季遭此大劫，众人无不愤慨，希望尽快抓住凶手。林父与林母更悲痛欲绝，女儿曾经是他们全部的希望与最引以为豪的骄傲，竟然在学校因平常的晚自习遇害。如果凶手是校外来客，为何选择林玲下手呢？许多疑团亟待解开。鉴于案件性质恶劣，警方成立专案组，加大力度调查，走访了周边无数人，希望获取更多的线索，还根据保安叙述绘制出嫌疑人肖像，到处张贴。遗憾的是，受制于现实条件，案子迟迟没能破获，陷入僵局，凶手始终无法被锁定。1年过去了，2年过去了，10余年过去，林玲被害案仍然是谜。父母年年赶到这边问，白发渐生，病痛折磨，他们仍不想轻易放弃希望，只有将那个恶魔凶手绳之以法，才能告慰女儿的亡灵。可人海茫茫，世事变迁，要抓住凶手谈何容易？时间流逝，让人感觉到深重绝望。等着等着，
林父含恨去世，至死不知道害死女儿的真凶是谁。林母丧女丧夫，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。继续活着唯一的指望，似乎就剩等待真相。警方也没有放弃对这起疑案进行追踪。时间来到案发28年后，事情终于出现转机，凶手被抓住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林母简直不敢相信。反应过来后，她不顾年老体弱，在亲属陪伴下赶去看究竟是谁。然而对方的身份令她当场愣住，满脸不可思议，踉跄倒退数步，联系这些年为女儿追凶的艰难，女儿被杀害后带来的长久心理折磨。林母坐地痛哭，崩溃至极，指着真凶怒问：怎么是他？既然是他，当年为什么查了又放走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不仅林母无法接受，得知真凶身份的众人也感到非常出乎意料。麻继刚，时年54岁，某国企正式员工。这么多年，他一直住在林陵遇害学校的同一座城市里。邻居眼中，麻继刚还算一个比较不错的人，每天遇到熟人都热情打招呼。在单位受赏时，左邻右舍遇到麻烦，他会主动帮忙。他还爱养狗，谁家有事顾不上照顾宠物，就送到麻家，请他帮忙照料一下。他有年老的父母，结婚多年的妻子，刚上大学的女儿，家庭完整幸福。这样一个看着平平无奇的人，为何会是虐害女学生林玲并躲在幕后多年未被发现的杀人凶手？警方调查发现，被抓捕时，麻继刚的住处距医学院有一段距离，可当年案发的时候，他的住处距医学院才几分钟路程而已。再加上有嫌疑人肖像，案发后麻继刚是受到过几次盘查的，他居然能有惊无险躲过去，还在众人对着画像议论时挤在人群中偶尔插嘴，这样的心理素质不是一般人能有的。林家亲属难以接受，当年竟与真凶擦肩而过。原来中年的麻继刚虽说看起来与平常人无异，年轻时却一直是让家人头痛的存在。麻继刚的父亲当过兵，为人正直，对儿子教导自然也严厉。但麻继刚小时候父母很忙，顾不上照料他，他被送到别家寄养数年，大一些才被接回父母身边。这段经历导致他养成比较野的性子，成天与狐朋狗友厮混，闯了无数祸，打架斗殴，偷东西，烧别家房子。把儿子接回身边后，父母发现他性情跑偏，对他加紧管束。饶是这样，麻继刚仍然烈性不改。少年时期，他就因险些祸害一名女孩被抓住，只是因为年纪尚小，未被深究。父亲的棍棒教育，麻继刚并不服。21岁时，因盗窃入狱的麻继刚被放回家，为让他好好过日子，父母帮他安排稳定工作，替他找结婚对象。麻继结了婚，还通过父亲进入某大集团上班，能分房屋，生活已经让许多人羡慕。妻子温柔贤惠，家庭也美满。可那时候的麻继刚对平淡的日常感到不满足。他本来就喜欢猎奇，而且做事喜欢凭自己的喜好，很多事情都不愿迁就他人。一开始跟妻子接触的时候，妻子还觉得对方是个负责任的人，也愿意和对方在一起。可是没想到之后新婚之后，麻继刚对他却不再温柔，但是也没做什么过分的事情，妻子还是容忍了。只是麻继刚心里不太好受，他总觉得这样的生活太枯燥，而且妻子性格内向，很多时候也不愿配合他。麻继刚心里生气，和妻子说了很多次，
可是妻子都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，不愿意和他猎奇，这让麻继刚很生气。而且有时候两人观念也不相同。麻继刚其实工资不高，但是总是很要面子，而且花钱大手大脚。有一次陪妻子逛街的时候，他给妻子买了一条裙子，可是妻子一看价格太贵，不太愿意。这时候服务员就劝说了几句，麻继刚认为妻子给他丢了脸，两人就为此吵了起来。妻子也觉得很委屈，自己明明是为了他，可是为什么责备的是自己？当天两人心情都不太美丽，因此麻继刚也不想看到对方，因此新婚的他仍然到处溜达。案发的那个晚上，林玲在医学院教室自习，麻继刚翻墙进去，看到这么漂亮有气质的女学生，认为若是带出去给朋友看会很有面子。麻继刚本来就很喜欢美女，林玲不管是身材还是学识，都让他非常着迷。他一心想要得到林玲，越看越是欢喜。林玲做完实验准备出门，没想到就碰到了麻继刚。他看了对方一眼，觉得自己并不认识他，于是转身就想走，可是却没走成。麻继刚动作更快，只见他上前搭讪，言语轻浮，而且对着他的身材细细打量，还想伸手触摸。林玲哪见过这样的人，立刻表示拒绝，收拾东西想走。麻继刚的脾气也上来了，他一直对自己很有信心，也没觉得刚才对于林玲有什么不尊敬。他心里很是生气，再次向前索要联系方式。林玲对此烦不胜烦，推开他就要离开。看着林玲一点面子不给，麻继刚也疯狂了。林玲没想到麻继刚被拒后恼羞成怒，在外面捡了根铁棍，回转后朝林玲的头砸下去。等林玲昏迷，拖到外面偏僻处得逞后，他看着昏迷不醒的林玲，后知后觉感到害怕。如果这次再被发现抓进去，父亲的反应可想而知，他的前途工作包括家庭也会全部毁掉。为掩盖罪行，麻继刚将林玲与他的物品全部丢弃，迅速逃离，以为能永远埋葬秘密。因为那张画像和他的劣迹，他确实被查过几次。麻继刚狡猾，每次都拿父亲和新婚妻子当挡箭牌，大伙知道他被父亲管得很严，疏忽了，导致他短期洗掉嫌疑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林家父母始终没有放弃为遭虐死的女儿追凶，警方也在案发10年后成功提取出现场的嫌疑人生物检材予以保存，并且在案发28年后通过筛查锁定麻氏家族，进而找到麻继刚，让他面对应有惩处。尽管案发多年，但鉴于麻继刚犯罪手段特别残忍，情节极其严重，影响十分恶劣，依照刑法，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、死刑的。经过20年，如果20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报请核准后，仍然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。最终，麻继刚被判处死刑，予以执行，躲了几十年，仍然躲不过。受害者家属总算能有告慰，只是林玲的生命却无法挽回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